每一个佛教徒应该要了解，我今天所信的东西有哪些是在佛教从印度开始发展到今天3000年，它到底是在哪一个时期蹦出来的？感谢台南市谢觉安居士赞助本节目。欢迎收听菩提麻瓜。那本次的主题是：你信的是佛还是佛法还是佛学还是佛教呢？那如果是比较长期收听菩提麻瓜的观众的话，应该会知道，就是这个主题，我们菩提麻瓜的第一集就是录这个主题。但是因为那集当初录的时候没有录影，然后加上现在大家如果有一直在收听的话，其实对于佛教应该是有比较深的理解的，所以我们这集是来做一个进阶版的概念，会讲比起第一集更深入的东西。好，那照管理，我们第一题就先问老师说，为什么要把佛教分成这4个东西呢？好的，刚刚阿若呢跟我们介绍了我们的视频的第1集呢，就有讲到佛跟佛法。那么呢，可能阿若是不是忘掉了？我们曾经用闽南话录了佛佛法，对，佛学跟佛教，那集还没上。对，也照样给他上，因为那是闽南话的。Okay. 如果比如说我们很多大陆的朋友，对不对？那么很多在别的地方人，他们只听得懂所谓的国语。大陆的普通话，他听不懂我们台湾话，那么他们也可以从这里来收听。大家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一下，说有没有很想要收听台语版的。那刚刚你问我说为什么要把它分这4样来讲，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的时候，应该先来把这4项先给它做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下一个定义，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为什么要把它分成这4个，对不对？因为我发现呢，一个学佛的人呢，信佛教的人呢，无论你自称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呢，如果你能够了解佛，又了解了佛法，又了解了佛学，又了解了佛教，这样子呢，你在这一辈子中间，你都能够轻轻松松的，没有顾虑，对不对？也不会升起呢任何的怀疑，安然自在，可以过这么一生。那么底下呢，先听我先把它做简单的介绍。第一个，佛呢就是觉悟的人。那么你晓得，佛是一个觉悟的人，他怎么样？他是如何会变成觉悟的人，跟我们有所不同呢？我们世俗的人每天都在那边烦恼，对不对？好多好多的烦恼到最后，有的人连命也不要，他不要活了，真的好可怜，对不对？释迦佛他知道，他同样做一个人，他知道做一个人的烦恼有哪些。他呢跟我们不一样的是怎么样？他不认命，他呢贵为太子，他出家去探讨烦恼的起因是怎么样。他去研究他烦恼的起因以后，他进一步的提出怎么样解决烦恼的方法。这是佛安然自在，清凉无忧，这样快乐的过一生，这样的人是佛。 OK， 我们后代的众生，如果你认为佛很好，你真的了解佛了。佛呢，他是安住在所谓的涅槃里面。什么叫涅槃？我们过去讲过了，涅槃就是把你身上的贪嗔痴整个去掉了，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无牵无挂的日子，我们称它叫涅槃。涅槃不一定要死去，对不对？在活着的时候，在当下，你就可以安住在涅槃的境界啦。如果你非常的认同佛，你也非常的欣赏佛，你尊敬佛，你呢也想跟他一样。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你就要注意到我现在底下要讲的第2个解释，佛法。什么叫佛法？成佛的方法。注意哦，如果你不想
不认同佛，对不对？你不想变成佛，佛法你就不要管了，你也不要去研究了，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认为佛很好，我也要像佛一样变成无忧无虑呢、无牵无挂的人，这样子的话，你就应该了解佛法，了解如何去成佛的方法。那么这里面呢，佛在印度的时候，早期他呢亲口说出来的大概了就是全部都包含在那所谓的四阿含的中间呢，阿含经中间呢，就大家公认他距离佛的时代比较近，那么距离佛呢亲口说的这样子的比例比较高那么我们现在再把它稍微分解一下，我们也谈过的，像三法印对不对？像12因缘像呢4依靠，你要想学佛的话，你要有4个依靠，你不要乱依靠别人。佛法有4种依靠给你，这个我们在视频里面都有，大家也自己找来看。如果你想变成佛，你就佛法；你不想呢，你只欣赏佛，你不想当佛，你也不想过佛的日子，那你就不要了解佛法，你也不要去实践佛法。实践知道吗？就所谓的修行你只有欣赏佛，你只有拜佛、敬佛、爱佛、慕佛，那你也不必修行。你想要学佛，对不对？那么跟他一样，那你就要修行。修行就是依靠佛法来修行。OK， 第3个叫做佛学。什么叫佛学？跟佛有关的一切论述、一切事物，对不对？都叫做佛学。只要跟佛有关的，不论好坏有没有外道他们在骂佛教的也算，某某人呢他自己自创的，那虽然不是佛的正宗、佛的正派、佛的正信，但是我们在佛学里面也可以把它涵盖在一起。就像那个药铺了，一个药铺呢，他不会去挑剔什么好药、坏的药、毒药、补药，他不会这样的。像佛来讲，他不只是了解了佛天地宇宙间的这些道理，他对于外道的这些思想、这些流派，他也了如指掌，他也非常的清楚的。所以佛学大家晓得，除了佛的时代他讲的东西以外，这2000快近3000年的中间，佛的弟子们、后代的信徒们，不论是出家的或是在家的，他们有关佛教的论述，对不对？那种呢，慢慢的去引申、去推演这些东西呢，都是佛学。OK， 佛学呢，那呢包罗万象，对不对？可是它毕竟是怎么样？毕竟还只有学问。只有学问呢，佛学本身，如果你只有研究佛学，你可以变成怎么样？变成教授，但是你不一定变成一个得道悟道的高僧，你不可能，因为你只有学问，因为这佛学只是一个冷冰冰的知识跟学问，所以你要透过实践，透过那个实践，才能够把佛学这些妙用或是里面的内容，去把它呢脱胎换骨，去把它转化成为人生修为的一种成绩。我在大学3年级的时候，那么呢政大的佛学社他派我呢去参加那个汇聚社举办的那个佛学的演讲比赛，我得了第2名，因为我的这个国语呢比不上那个师大的那女生呢。那女生呢讲得非常的标准，我呢这个呢算是呢，虽然比我同辈的人好的很多了，但是呢跟那所谓的外省籍的朋友他们来讲，那差太远了。那么我得了第2名，我那演讲稿现在还放在那个佛教的精神与特色里面。那个题目，我演讲的题目就叫做佛学的理论与实践。
那么可见呢，佛学如果单单只有理论，只能造就很多的佛学教授，对不对？要透过实践才能够产生历代很多的高僧大德，对不对？从这里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了。第4个就是所谓的佛教。谈到佛教呢，那就包罗万象了。因为这佛教里面有佛学，这佛教里面有佛，佛教里面也有佛法，也有佛法。那么呢，我们晓得佛教是一种宗教，可是如果你去查大英百科全书宗教的那个条目，宗教的组成的因素里面，一定要有一个造物主了。可是我们佛教讲因缘生因缘灭，是佛教呢在第一个，它是通不过宗教的这种呢条件，对吗？的考验呢，它的资格就不符了，对不对？那好了，勉强让它通过吧。因为大家都会怎么样？误会了。那你们的佛不就是佛祖，不就是造物主吗？他们误会了，佛不是造物主。为什么？因为佛不能改变世间的因果律，他不能够呢叫好的那种呢变成坏的，应用他的权威那个对不对？他也不能叫那个不好的就把它变成好的，不行。你按照这样的方法，如是因就等，同样得到如是果。你用糖加上水，那就叫糖水，对不对？你用牛奶加点水，那就是现我们的牛奶。你不会说呢，牛奶加水那叫咖啡，那永远不可能。释迦牟尼也不可能出现。OK， 我们今天要了解我刚刚讲的第4点的佛教，大家要了解什么东西呢？我们这个佛教包含太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在这里面了。不是释迦佛时代的那个佛法，不是释迦牟尼时代的那种接近佛所说的四阿含，后代有很多的创作的东西，佛弟子们的启发、引申、推演，对不对？悟出来的道理都可以在这个佛教里面。所以呢，我们今天所信的佛教，每一个佛教徒应该要了解，我今天所信的东西有哪些是在佛教从印度开始发展到今天3000年，它到底是在哪一个时期蹦出来的？举一个例子来讲，佛教本来是不念咒的，是佛根本没有提倡咒可是我们现在佛教到处都有念咒，尤其我今年参加几个我比较亲近的师父，他们那边的法会都有念咒。念咒是怎样？这样念咒念咒就是持那个咒文咒文念南无阿那达那多那呀耶，南无阿利婆罗揭谛达摩那，念经念咒对，就是里面再加上咒，就是叫做真言真言就是呢，我把它解释就是呢符号了。比如说飞机轮船，它呢有危险了，它就发出那种 SOS 的波，那个就是咒了。就是宇宙。我把它定义了，宇宙间所有的佛菩萨跟护法金刚跟众生之间的一种设定的密码，本来没有什么不好，可是现在呢稍微被人家夸大，被人家滥用。那用什么东西呢？说这持咒可以早成佛，持咒可以当今若身就成佛。我不批评我自己讲呢，他们可能跟我的认知稍有不同所以我们晓得佛教，做一个佛教徒一定要了解到印度佛教的发展史。譬如说净土宗，释迦牟尼的口中没有讲是阿弥陀佛对不对？也没有讲过呢西方净土这个西方净土的思想是在第几世纪佛法呢？释迦牟尼涅槃以后，他左右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们要了解。我现在简单做一个比喻，大家看一看。释迦佛的思想就像一粒种子，对不对？那释迦牟尼只有弘法45年，那么呢，他在弘法的时候呢，就像那个种子萌芽，对不对？释迦牟尼走的时候，可能那个只是一个小树苗，懂我意思吗？那么呢，
凡是世间的一切都会在变动之中嘛，诸行无常嘛，我们过去讲的。所以你要去研究印度史，就好像你要了解这个树苗是什么时候才从这边斜斜的生出了一个树枝，对不对？那么这个树枝什么时候又有分叉出去？怎么着？什么时候才开花？又是什么时候它终于结了一个果子？那个果子是什么时候掉到地下来的？地下的那个苗又是什么时候呢长出来的？那另外有些那个种子是什么时候被风把它吹散的？什么时候被水把它流走的？什么时候被鸟儿把它叼起来？那么到喜马拉雅山的另外一头的，这个你了解了以后你就知道了。知道什么东西？原来佛教呢，本来释迦佛的道理是讲那些，对不对？可是我们后代呢，经过时代的演变，佛教呢从喜马拉雅山一翻过来，对不对？经过了尼泊尔就有加进尼泊尔的东西的，经过西藏就有西藏，经过蒙古就有蒙古，那么经过敦煌，我们这个丝路了，有没有？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一直来到中国，来到日本，来到了韩国了。那加进很多东西，这个我们做一个佛教徒都要了解，不要去争，也不要去骂人家呢。你那个是邪的，你那是坏的，你不要去做这种工作。你只要了解到佛教的发展史，对不对？你知道了印度佛教史，你了解了中国佛教的历史，你了解了日本佛教、韩国佛教，你知道南传的佛教，从斯里兰卡不是从我们现在这个辽国啦、泰国啦，有没有？缅甸啦，这你了解这些以后，就会学得互相去尊重。而真正了解佛的人，因为你不想成佛，你就不要去批评说你们那个佛教呢，整天乱七八糟，你不要这样讲。你也不要说呢，根据佛法去修行的人，你干嘛要去修行呢？不是无所得吗？你也不要这样去批评人家。了解了这4样东西，可以互相尊重。有的人是佛的崇拜者，他不想变成佛，但是他单纯拥护佛。对，他爱佛慕佛。那么呢，有的人他想学，那变成佛，他就要有佛法，成佛的方法。有的人只想研究佛教的学问，那就佛学。他只要变成一个教授，对不对？一个理论家，一个宣传家，对不对？那你就是佛学大师。有的人呢，他这么说，宗教我要信宗教，对不对？那信宗教没有关系宗教都是包容的。那么宗教的时候，你就要了解，你要了解第一个佛是什么样子，你要了解。你也了解第二个什么东西？佛法。你要成佛，要怎么样才能成佛？有成佛的方法，那叫佛法，而不是只有靠乱拜。乱拜，对不对？你只有乱拜，你会成佛吗？只有这边拜不会成佛，你只有念阿弥陀佛也不会成佛。可他们就是第一种人啊，他们就是只喜欢拥护佛。可是你又在信仰宗教这个区块啊，你就是要变成佛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要了解，我们在讲阿弥陀佛的时候都有讲到了，一定要行6度，念阿弥陀佛，向佛表明阿弥陀佛，我信仰你，我要去你那里，我以你为师，对不对？很好。可是你要透过波西金就禅定精进7界八界6度波罗蜜，这个就是必修的学分。所以这4个其实不互相矛盾，这4个其实是一体的。但是我们做一个佛教徒，都要了解什么叫佛，什么叫佛法，什么叫佛学，什么叫佛教，多了解了，就可以知道自己在修什么东西，也会去尊重别人，不会去骂别人是小乘的，不会去骂别人是外道就不会互相包容，互相呢这个尊重，而自己也知道这点很重要。我们信佛、爱佛、拜佛、学佛，怎么样？一定要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不要被鬼神怎么样子牵着鼻子走，也不要被迷信牵着鼻子走，甚至于不要被我们的师父牵着鼻子走。
我讲这句话是讲的比较重了，因为很多的团体里面都有良莠不齐嘛，良莠就有人念作良莠，两个通了哦，好的坏的不齐，所以到最后还是要归到一点，每一个佛教徒要自己清清楚楚的明白自己的根基，明白自己需要什么，自己能够修什么样的行，了解那个师父他有什么样的能耐，他有什么样的修养，他有什么东西能够给我，能够指引我，在我学佛的道路上能够保护我了，那么启迪我真正的作为我的慈航，作为我的罗盘呢。你是学佛人的话，你就要先脑海里面去浮出这4个，这是我啦，算是苦口婆心啦。就是我希望呢，每一个佛教徒，如果你以为你是了，你是一个学佛人啦，你是一个爱佛的人，每一次你就先呢脑海里面呢，我懂什么叫佛吗？我要成佛吗？我要成佛的话，我有真正了解成佛的方法佛法吗？对于佛学，比如说唯识学啦，对不对？对这些你懂吗？佛教的因明啦，有没有？佛教的内明啦，这些东西我们在过去讲的五明，对不对？这些你懂吗？对不对？你就要去了解，我佛学要懂多少呢？然后最后才讲我所信的佛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它的传承是怎么样子的？它从印度发展出来的时候，我是到什么时候，我这个净土是到什么时候才呢从这条线里面分叉出来的？你如果能够你明白，你如果了解，条理的分明呢，别人跟你说什么，你的信心不会动摇。你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你能够安稳无忧，能够信心饱满的走下去。那如果有人他是因为我现在设想一个状况，就是如果是他们可能平时也要上班的在家人，在家居士，他可能一时之间要他回答说你是学佛人吗？然后我是这4种的哪一种，他可能也不会一下子想说我要成为佛，因为感觉成为佛是一个很远大的事情。他不能够立即的回答，那最好我们这4样不是叫你马上答的，叫你这一辈子去思考的。你思考这4样，你就是一个正信的佛教徒。有在思考就是这4样，对对，因为总要先了解。你看我们佛教叫这个解信行证，先了解佛法，信佛法，然后才去修行佛法，到最后才去证明释迦佛所说的万无一失，他所说的完全正确。所以不急，我们在学佛的路上，时时在修正。所以叫修行，我们时时在修正，无论是观念或是行为，对不对？看看跟佛真正的佛所说的、所行的有没有偏差，有没有错误的地方。每一个学佛人、信佛人都应该好好去注意到我们今天的视频所提到的这4样，这4样可以各自分别来信来修，也可以融合成一体。自然了，你做一个好的修行人，你可以爱佛，你可以了解佛法，了解佛学，而且真正的信佛教。老师，那我问一下说就是我在想，如果第一种分类的人他没有信佛教，但是他单纯爱佛信佛，是那种比较属于民间信仰的，比如说佛道部分的人，是，然后他可能单纯喜欢买一些玉牌啊，或是那种人这样，可是他并不是很了解佛教。可是那陆老师你说第4种信佛教的人，也有第一种这种人啊？是，那种佛没有认识清楚的人，永远不会成佛。可是他可能目的也不是想成佛，他只是想要心安而已。对，那只是。那可能这不在我们这里面的讨论的范围。不在吗？我们现在讨论是佛教徒吗？我们现在就是说，希望帮助我们这里帮助跟佛有缘、有心来学佛、信佛的人。他应该把佛法、佛学、佛教都能够把它整理的清楚。自己没有办法整理的清楚，
就应该请教善知识。善知识，请教师父。对，改天我们会录一集，什么人叫做善知识？在佛教里面有时候分20种人。好多。那时候再来谈，好吗 ？OK， 好，那我们这集就录到这里。是，感谢李老师，谢谢，下期再见，谢谢，拜拜，再见。时间聚散我经过，人情冷暖我尝过，来去随他，我心都不动，有为诸法如梦亦如幻，寒烟过潭不留影，清风穿竹眉出山，金山不老雪白头，雨水无忧风愁眠，是朦胧心就明白，却缓缓里即无碍，风动幡动从来无关心，天地既然亘古长空。